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刚刚抵达南海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表示，他对美国和英国如何展示两国从欧洲到亚洲的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感到兴奋，并称赞英国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印太地区的历史性部署。但奥斯汀强调，由于军事资源稀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找到分担军事负担的最佳方式。他说，例如，如果我们更关注这里，当然这里指的是亚太地区，那么在世界其他地区呢，英国是否可以更有用？奥斯汀呢是第一位公开质疑英国将军事资产向亚太地区部署是否合理的美国官员。尽管美国对英国进军该地区表示欢迎，但是美国官员私下却表示，他们更希望看到英国以及其他的欧洲盟友能够更密切的合作，而这个合作呢，主要是在欧洲地区。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欧洲国家的海军把重心放在对付俄罗斯，而不是派到亚太地区来和美国联合对付中国。那么这个观点就很有意思了。那么美国人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如果欧洲国家把大量军舰部署到亚太地区，那么对付俄罗斯的力量就会减弱。而俄罗斯最近对美国以及欧盟国家的军演采取了强势应对的做法，甚至呢，差点引发了双方的军事冲突。比如说，英国的一艘军舰曾经进入俄罗斯领海，俄罗斯呢对它进行了射击警告。那么这个警告再进一步，就有可能直接对它进行开火。俄罗斯官方甚至宣布，一旦将这艘英国军舰击沉，也不会引发大战。可以说，俄罗斯已经摸透了美国人的心理，即使是英国军舰被击沉，美国海军也不可能大规模的介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它往往会采取退避三舍，躲在一边看热闹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亚洲地区呢，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英国的军舰闯入了我们中国的领海，那么这个后果也会非常严重。一旦英国入侵中国领海的军舰遭到了打击，美国该怎么办？这恐怕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其实呢，几十年前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1949年，中国人解放军100万大军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就曾经和英国军舰遭遇过。我们最终呢，中国人解放军的炮兵将航行在长江上，企图阻挡我们渡江的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击成重伤，又将跑来救援的4艘英国军舰击伤赶走。那么这个事件在英国最终紫石英号驱逐舰被解放军俘获。那么这个事件在英国政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刚刚下台的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的议会上咆哮说，要派出3艘航空母舰来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但为什么没有实现呢？英国有没有3艘航母？当时肯定有3艘航母，但是他觉得力量还不够，因此立刻找美国协商，能不能英国和美国联合派出舰队来干涉中国的内战。结果美国人没搭理英国人的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没必要为英国火中取栗，或者是没必要给英国擦屁股。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一旦英国的伊丽莎白航母编队跑到中国的南海、东海挑事儿，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件，那么美国会怎么应对？我想这也是此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英国航母编队跑到南海活动所表达出的矛盾看法的深层次的原因。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